松哥，我今天看到这一幕，我真的觉得黄仁勋他真的是拼了，他竟然用他自己的时间跟这种危险，他竟然干嘛？他自己坐上这一台车子，然后跟大家讲说，我辉达推出了这个自驾系统。逮就捕的啦，对，没错，你讲的太客气了，它叫做卖命演出，搏命演出，你哪知道这台车会怎么样？对，当然一定会设计的非常好了啊。但是主要是因为呢，他们之前有这个辉达阿帕玛有的这个系统嘛，对，那它主要是跟宾士互相的合作，所以你看他搭的车是宾士的CLA 的这个车子，然后他开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哦，他从加州的这个伍德赛德往这个所谓旧金山的市区而去。那为什么要开这个市区呢？在开这段路呢？因为这段路我们旧金山的市区是上上下下，对，而且旧金山有时候路很窄，所以他其实要故意要找这个市区这样的状况哈。然后因为你看。这个吴欣之后，他还故意说：“你看，我们是要自驾嘛，所以你看，手都没有放在方向盘上面，我双手是放开的。对，然后一路跟这个辉达的执行长这边聊天，两个一直在那边聊天。他说我们一路聊天，享受着旧金山的美景，这才是这个自驾应该有的方式吧，100%安全，彻底革新，当然趁机打广告的一个状况。他要证明说，我们不是只有看到障碍物，我们还会思考。好，那你要怎么证明呢？你看他一开始就开始有非常多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原本你看，突然之间有车来。他会自己变换这个车道哦，他真到这个所谓变道车来的时候，他会自己看到有车就这样靠近来的一个状况。那继续开的时候，他们还会绕过一个靠站的这个公车，有公车停在旁边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觉得把它绕开来哦。这都完全都是他自驾的这个情形哦。对。然后你看他自己在那边开，你看这有一台车停在这个地方，他还绕过这台车，他知道这边有一台车停在这边，绕过这台车，他会主动去避掉那些障碍。对，他主动会去这样。那你看黄仁勋就说：“你看，我们又达成了这件事情。”然后再继续往前开的时候，你看，然后最后他还会通过什么？他会通过，你看这旁边都是路锥，路锥这是不是路很窄？但你看，他也能够清楚的这个精准的知道旁边是路锥之后，然后完全不会撞到这个路锥的这个情形，这个一个状况。然后后来还什么？后来你看自己开的过程里面，你看前面有一台车，对不对？就变成他要这个他要回来停车，那我就等他之后，你看对面还有一台车过来之后，结果他就你看。就好像我们人在开车一模一样，他就直接就开。他会等待，对，然后对象有车，他也会等待，然后他起步的时候，他知道那个地方可以开，他就开过去。是，所以如果我们不要说是这个 AI 的这个驾驶呢，我们如果把它当成是一个人来看，你会觉得他开的跟我们人非常像，对，好像有人的这个思考模式的这个状况，这就是黄仁勋想要表达的这样。那我们讲，相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自驾来说，中国自驾其实走的比较快，对，他们现在很大胆，就在全中国继续的这个弄下去，所以各个公司都有这个自驾车，小米啦，这个华为什么都有。可问题是，你这个没有错，你做的非常好，你这自驾车的这个都做得非常好。问题是你的安全性，大家有非常大的concern啊。为什么这样讲？你看小米就推出那个端到端的这个辅助驾驶，就是你可以完全不用驾驶。你看这个人啊，如果我们放大声音，然后你看他开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就说，这个最后他慢点，因为这个路其实很小嘛，这是山路。对，在台湾开山路都要慢一点。对，结果你小米的自动驾驶，你给我飙车飙到怎么样？飙到这个驾驶员就自己去抓这个手，然后这个小米说，你已经退出自动驾驶。然后你看碰到车要会车的时候，他不会走，他不会走，还要这个驾驶员介入，赶快介入。他好像疑似还要再撞过他的这个感觉，他赶快就把它拿走，自己介入来开的一个状况，然后一直不断开。你看这其实路都很小，但他一直开得很快，他就说，不好意思，这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让你玩这个过山车的感觉。这个驾驶已经快要吓死，你说开慢点，结果最后怎么样？我干脆一直按喇叭好，因为我不知道下一个出来车会不会被我撞到啊。因为他也很怕，搞不好也有人出来嘛，所以你看他就一路这样子，在这么窄的山路里面，然后他叫你慢点，因为不是可以自驾吗？但问题是他好像没有听你的这个控制，完全开得非常快的一个状况。然后后来，甚至他们在后来开车到最后，2台车要会车的结果你看，他就说，那你走啊，他就停住了。这个前面这么宽，对，那你看这也是一样，他就停住了。其实事实上是有点窄，但是如果人为驾驶一定 OK 的嘛，我们开一定没有，他就完全停在那个地方，他就不会开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刚才对比黄仁勋的他坐的那台车跟小米这台车，你会觉得两个有非常大的差距嘛？对，第一个就是山路的时候，你看我们刚才也看到黄仁勋的这个所谓辉达的车，在旧金山也是山路，他就开得很丝滑。可你看他开的就是一下快一下慢，你看也知道这个驾驶的这个真的有够差的哈。另外一个还是一样，有一个也是用小米自驾，
小米支架来说，它开到前面，就没有它完全不减速啊，它开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啊，非常快的时候，他说你要减速啊，减速啊，减速啊，然后小米自己说前方有路口要减速，结果他没有减速啊，然后这个人就很生气，他说你不是要减速吗？你大爷的，不要闹了，你不要闹，你大爷还是怎样？他就赶快挖，然后就是他就说我骂你这样，你是这个怀恨在心嘛，他还骂他一件事哦。好，除了这个之外来说，这个是驾驶员可以自动介入的时候没有发生意外。可我们看到这几个就非常大的意外，为什么？这是发生在湖南的高速公路隧道，因为呢，小米司机可能就真的完全仰赖这个支架车，就没想到撞得一塌糊涂。你看，撞到整个车子完全是翻覆的一个状况，甚至这个事件来说啊，已经有发生过非常多的这个状况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美国跟这个中国的自驾，虽然中国走的比较前面，但是似乎在整个这个软体的运作起来的开车的丝滑程度，这个所谓顺畅程度来说，美国好像还是略胜一筹。好，而且志忠哥，你看到这个画面，这画面是什么？现在不仅是中国很多人都用所谓的自动驾驶，对，连警车哦，对，你看到这画面，也是自动驾驶，他可能在巡逻啊，在拍照，结果大家发现不太对，你这自动驾驶根本是假的。对，没错，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民间啊，包括说像很多地方呢，就会派出这种无人车，他就说，我们这是无人警车，无人警车可以做什么呢？它可以拍照啦，可以检举，可以这样。大家想，哇，中国果然厉害，他真的是开这样的车，然后上面有这个巡逻的这个高清的镜头。结果你看到现在这个画面，对，我快笑死。它跟我们平常在游乐场玩的那种卡丁车很相像，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驾驶荧幕，对，甚至方向盘，甚至连脚踏板那个。你太阳春了吧？对，结果后来被人家踢爆说没有错，你这是无人车，上面真的是无人呐，真是无人啊！但问题是，这个是有人控制的车，他有人是在警局里面控制啊，他就在那边开啊，那你还要弄这一套系统，这样子连线，这样不是很贵吗？所以我才说这好像有一点呢，为了要无人车而无人车，就有点真的，所以我才说，就有人说脱裤子放屁，这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在浪费公帑啊。宇轩，我们刚刚看到是。AI 已经带动整个科技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速。而现在 AI 还搞到什么？他们现在搞一件事情叫永生。没有在开玩笑。他做这个实验之后，没想到真的能够做到永生这件事情。这个最新的科学研究，你会吓坏。他们在做的是一件事情，这是伊朗的一个资深科学家。首先，他们研究的一个单位，这个单位呢叫做苍蝇。为什么要研究苍蝇呢？因为苍蝇的神经位元比较简单，对，大概只有12.5万组。结果他们做了一件事情，先把一只苍蝇抓来，开始呢刺激它，比如说让它去吸水果，让它呢去清灰尘，把它的一举一动，所有的神经位元以及它5000万个图数里面所有的反应，透过电子化、数位化把它记载下来，然后他把这些苍蝇所有的位元复制到了所谓的资料中心，所谓的超级电脑里面，对，也就是所谓的 AI 电脑里面，然后造成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你知道怎么样吗？他把这个位元复制进去，对不对？理论上来讲它只是一群资料，然后呢做运算，它跟你想象中一般所谓的 AI 什么 ChatGPT 那个不一样，这是他自己设计出来的。结果这个资料在里面，它真的变一只苍蝇。来，你看就是这个，然后它创造出一个类比的环境，就是说你现在在一个平地里面，你前面呢有所谓的树丛，那旁边呢有一个我们讲果肉，结果这个果蝇它真的跑过去干嘛？吸。你看到的这个不是电脑动画。这一只果蝇是活在数位里面，对，它真的是活在0跟1里面，它是活着的。那它真的动了起来，那甚至它做一个更精巧的动作，它把它的脚像苍蝇一样，开始在拍它背上的灰尘。对，它背上灰尘，你看它清灰尘，它觉得太重了，我要把它清掉。我跟你讲，这些东西这真的是没有人去控制它们的，而且很可怕的是什么？它还同时去监测这个苍蝇里面它的大脑是怎么动的。对啊，它是真的是自主的意识在干这些事情的。对，因为你可以用所谓的电流或者什么去监测苍蝇的大脑，但与此同时呢，你用这个等于是你去看它幕后的数字跟它的资料在跑，他会发现说这些苍蝇在得到这些数字跟资料的时候，他说我有意识，我要做这件事情，我要干嘛？所以你知道吗？连伊隆马斯克看到这个都说哇哦。吓死了！那未来骇客任务不就真的吗？人真的可以活在数位时代里面。所以你知道这个伊朗更可怕的是什么呢？他们还做了另外一种事情。第一个，这个伊朗是永生的意思，希腊永生的。对，他真的要搞一个全世界人类的永生计划。我都怀疑习近平是不是想要插购进去了？你看，我们是旧金山最大的国际团队，致力于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连结和保真度的脑部模拟。所以你知道他现在已经进步到下一步。下一步开始做什么呢？苍蝇已经搞定了，因为已经有数位苍蝇，他们想要做数位小老鼠，因为小老鼠的脑袋发育还没有那么发达，所以呢，他说12个实验室里面有139只小老鼠，
所以呢，他用699个探针去记录呢，大概我们讲了62万个神经位元。那这62万个呢，就是来你看到就是这个画面，这就是小老鼠的神经位元。等于是他用 coding 的方式，老鼠做什么把它编码，老鼠做什么等于什么动作，把它一个一笔一笔的每个位元记录下来，一边在大脑，一边在电脑里面来造合。所以可能过没多久，你知道可怕在哪里吗？过没多久之后，我们会看到数位小老鼠。所以小老鼠它可能会找洞钻，对，沿着墙壁走的习性，然后呢，看到粘鼠板会躲，然后会偷吃东西，会把食物叼了之后跑到哪里去，甚至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尖叫。它全部都可以在电脑里面活着。我跟你讲，习近平真的可以活在 iPad 里面。你一开始还以为我是开玩笑，到时候他真的活在边缘运算的机器里面啊。那你看、他们现在开始在测试另外一件事情，这是爱尔兰发明哈，这叫穿戴式的脑部扫描装置。那脑部扫描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戴上这个头罩之后，看起来有点我们讲像什么海底生物的头罩，然后它把你所有脑波以及你的神经位元里面传递的所有讯号，来一笔一笔一笔的来去做计算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欧洲真的用一个我们讲的100亿亿次，你知道100亿哦，100亿就是所谓我们讲斤，是非常高阶的一个我们讲单位。他说呢，目前开始在干嘛呢？脑部的建模，以及呢连接的组装，还有大脑的模拟。换言之，你如果算力持续的去堆叠，去增更强，那唯一的差别就在于说，你有没有办法完整的去收集到人类脑部里面的资料。只要你收集到之后，就可以把你的人格，你现在是活在物理性、生物性的，在这个呼吸这个空气，可以复制到电脑里面。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可能还要5年，还要10年，还有很长的日子。但我跟你讲，有一个东西叫做我们讲唾手可得的，对，真的可以利用这些 AI 的资料来帮助有一些没有办法讲话甚至瘫痪的人表达他的意思。来，你看哦，这个是一个人哦，他是一个瘫痪的人士，然后他在头脑呢插一个脑波记录器，所以换言之，这个是in and out，也就是说，它可以印进去，就是说我把你头脑里面想的东西输入到这个机器里面，然后外接到电脑里面，然后当今天荧幕跑出什么，它等于是说让他看一个荧幕 ，You love me land， 意思是说你现在请在你的大脑里面想说 You love me land， 下面这个 prompter 就是它输出的地方，然后他真的在想说 You love me land， 他就是在大脑里面想而已哦，然后借由这个 speaker， 也就是它的喇叭跟它的声音，它真的发出，吻合率100%。变成是你只要透过这个外挂式辅导机械，未来所有瘫痪的人都可以讲话，所以我可以用意念去控制。对，不是这电影的这种剧情真的会成真了。以前大概呢要有8秒的延迟，也就是说我想出来之后要隔8秒，但他现在讲说透过 AI 的模型之后，第一可以完整的零时差直接输出，第二可以跟他原本的声音呢更加的模拟，更加的拟真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如果连声音都已经克服，未来全人类整个所有的机能跟功能，恐怕都可以复制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耀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